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参加完一场那种，特别丰盛的中式家庭聚会，肚子是吃饱了，撑得不行，但感觉心里头吧，比爬山还累，就好像，每个环节都有好多讲究，是吧？我们今天这个深入探查啊，灵感就是从一段类似的对话来的，里面就聊到这种聚会后的感觉，特别是餐桌上那些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小细节。所以说，这不光是怎么吃饱饭的事儿，它更像是在解码一种餐桌上的沟通艺术。那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跟你一块儿，从怎么做到筷子怎么用才对，再到点菜敬酒里面的学问，都给略一捋。希望能帮你下次再碰上这种场合，心里能更有底儿，更从容点儿。这个切入点特别好。其实啊，你要是深入去看中式餐桌礼仪，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好像挺复杂的规矩，它核心往往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表达方式。就是用来传达对别人的尊重，特别是对长辈啊，还有客人那种关心和体贴，他是在用行动，建立一个和谐的氛围。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顺着那段对话里提到的那些体验，一步步的把几个关键的地方拆开来看看，像座位怎么安排，筷子有哪些讲究，点菜有什么门道，还有敬酒是怎么回事儿，让你不光知道是这样，还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好嘞，那咱们就从第一个可能挺让人头疼的地方开始吧。座位，对话里就提到了，不是随便找个空位坐下就行了吗？结果发现好像坐哪儿学问还挺大。这个估计你或者好多不太常经历这种场合的朋友都会碰到。到底哪个位置最重要呢？哎，这确实是餐桌艺术的第一笔，还挺关键的。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啊，一般我们叫它主位，就是主位。它通常是指，整个桌上视野最好，一般是正对着门的那个位置。哦，正对门，视野最好。对，那这个位置给谁坐呢？按传统来讲啊，是留给在场身份最尊贵、最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家里边辈分最高、最受尊敬的长辈。对话里不是提到爷爷总坐那个正对门的位置吗？那很可能就是主位了。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表示最高敬意的方式。明白了，就是通过座位直接告诉你谁是这场饭局的核心人物。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他在空间上就把这个核心点标示出来了。那主人自己坐哪儿呢？总得跟个方便照顾大家的位置吧？对。主人的位置呢，一般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安排。一种是在主位的正对面，就是靠近门口那边，这样方便跟服务员沟通啊，安排上菜什么的。哦，方便干活儿。对，另一种呢，就是紧挨着主位坐，这样就更方便直接照顾最重要的客人，比如说给他夹夹菜啊，添点酒水啊。明白了。至于其他的客人或者家里的晚辈，那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坐的位置离主位有多远，往往就代表了一种谦虚和尊敬。一般来说，离主位远一点，表示更谦虚。我懂了，这座位安排简直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社交地图啊，标好了大家的相对位置和某种程度上的尊卑关系。不过说实话，有时候可能真不太好判断谁最尊贵，或者说在没那么正式的场合，会不会有点太死板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实际。确实，在特别熟的朋友、家人之间，或者都是年轻人的聚会，这些规矩可能就没那么严格，会灵活很多。但是呢，了解这个基本的框架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它背后是一种文化逻辑。而且，就像对话里提到的那个小妙招，它什么时候都管用。就是你实在拿不准的时候，你就稍微在旁边站一站，看看情况，或者等主人、组织者的安排，这样既不会出错失礼，也显得特别得体。你看，座次的核心是尊重，理解了这一点儿，就算规矩变通了，精神也能抓住。好，座次这关算是过去了。那接下来人坐好了，就要动筷子了。对话里可提到了关于筷子的规矩，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比如那个小孩把筷子插饭上被骂的故事，还有咱们小时候可能都听过的什么不能用筷子抄碗，不然长大了要饭去。虽然有点迷信哈，但也说明这筷子用法挺重要的。那到底用筷子有哪些是最核心的，一定不能犯的禁忌呢？筷子的学问呢，
确实是中式餐桌文化里头非常细致的一部分。从那段对话里看呢，我们可以挑出几个最需要注意、最好别做的行为。第一个，也是对话里直接点出来的，就是绝对不能把筷子竖着插在米饭中间。哦，对，这个我知道，香上香。没错，他那个样子啊，跟祭拜时候给去世的人上香太像了，所以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特别忌讳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能用筷子去指别人。你想想，你用手指头指着别人说话都不礼貌，对吧？筷子就像是你手指的延伸，用它指着人呢，更让人觉得不舒服，被冒犯了。对话里说爸爸咳嗽提醒，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动作。有道理。第三个关键点就是夹菜的时候，要避免拿着筷子在一个盘子里来回的翻腾，好像在找什么宝贝似的。这个动作很不好看，我们叫它寻筷或者刨菜。这不光是可能把菜的样子弄坏了，也显得有点自私，没考虑到一桌子其他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看准了想吃哪个，就直接夹离你近的那部分。想吃远处的菜呢，要么等转盘转过来，要么就客气点，请旁边的人帮你递一下或者夹一点。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公平，还有对大家共享资源的尊重。寻块刨菜，我得反省一下啊！看见喜欢的菜，我好像也有过这冲动。那对话里还提到一个特有意思的比喻，说用筷子像写字，这话是怎么理解呢？他想说啥？这个比喻特别好，特别精妙。他点出来，用筷子不光是为了吃饭这个功能，它还带着一种修养在里头。就像我们说字如其人，写字能看出一个人的性子。那用筷子的方式是稳当从容呢，还是毛毛糙糙很随意？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还有他对别人的态度，是吧？像一笔一画写书法，还是随便乱画？哦，这么一说就通了。这自然就带到下一个细节了。筷子不用的时候放哪儿，怎么放？最标准的做法呢，是把2根筷子并排，整整齐齐地放在你自己的碗或者小碟子旁边，或者放在专门的筷架上。要特别注意啊，不能把筷子交叉着放，也不能一根长一根短，那么随便搁在桌上。这些在老观念里都可能带点不好的意思，比如联想到3长2短什么的。所以2根筷子要一直整整齐齐并排。哇，真厉害哈！就这一双筷子，从夹菜到放好，这么多讲究，每个小动作都在说话。可不是嘛，它就像一种微型的社交语言，细节里见功夫，既体现了对规矩的尊重，也间接反映了个人的素养。好啊，位置做对了，筷子也用得挺讲究。接下来就到一个让我也让对话里头那个人觉得又期待又有点焦虑的环节了。点菜和吃菜，我跟你说，我每次拿到菜单都头大，真的，点少了怕怠慢了客人，显得小气；可点多了吧，又怕吃不完浪费，还显得不会过日子。这个平衡，哎呀，太难掌握了。哈哈，这种点菜焦虑，我跟你说太普遍了。因为点菜确实是个技术活儿，它考验的不光是你的口味，还有你的情商、你的规划能力。一个会点菜的人，就像对话里感觉到的那样，需要想得特别周到。首先，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到大家的忌口，得问问有没有人不吃辣，谁对海鲜过敏，有没有吃素的朋友，或者有没有什么宗教方面的饮食禁忌，提前问清楚，尊重每个人的需要，这是关心人的第一步。这个是基础。其次呢，就是菜品的搭配艺术，这有点像你在画画或者编排节目，你得有凉菜开场，有热菜当主角。热菜里头呢，荤的素的比例要合适。再进一步，菜的颜色，比如红的、绿的、白的，搭一搭；口味，咸的、甜的、酸的、辣的要均衡。还有做法，炒、蒸、炖、炸，最好都能有点儿，别一桌子全是红烧，那就太腻了；或者全是清淡的，又显得太单调。我明白了，就像调色板或者编曲似的，得有对比，有呼应，最后出来一个和谐的效果。对话里好像就提到，比如点了挺辣的菜，最好配个清爽点的；有大鱼大肉这种硬菜，就得有蔬菜来平衡。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搭配好的一桌菜，才能让人吃得舒服，吃得有层次感，也能看出主人的用心和品味。再来说说数量，中式宴请里头啊，点菜的数量往往带着一种富足的文化心理，一般会讲究要有余，
就是菜量比实际大家能吃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哦，有余。对，这倒不是说鼓励浪费啊，它更多是一种象征，表示主人热情大方，也寄托了对未来的好期望，希望日子过得富富有余。而在这个有余的文化符号里头呢，最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鱼。你发现没？几乎所有正式的中式宴席，最后肯定得有道大菜是鱼。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就是鱼这个发音和剩余的余一模一样，它就代表了年年有余这个特别吉祥的祝福，象征着盼望富裕丰收。啊，怪不得每次吃饭桌上总少不了鱼，原来是讨这个彩头。我还注意到，好像鱼端上来的时候，那个摆放也有讲究，鱼头好像总是冲着某个人。观察的真仔细，这也是个重要的礼节。通常情况下呢，鱼头是要朝着桌上身份最尊贵的客人摆放，表示尊重。不光这样，有时候鱼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比如鱼肚子或者鱼背上刺少肉嫩的地方，也会正好对着主宾。在一些更讲究的场合，主人甚至会先动筷子夹第一块鱼肉放到主宾的碗里，请他先吃，然后大家才能开始动筷子吃鱼。哇，这里头的门道是真不少。感觉在中国吃饭，味道当然重要，但这个吃的过程本身更像是一种深度的人际互动，确认关系。大家围着一个桌子吃同一盘菜，这种共享的感觉确实能很快拉近距离。对话里也提到，就挺喜欢这种热闹闹分享的氛围，跟西餐那种一人一份分得清清楚楚的感觉很不一样。对，共享是中餐文化里一个特别核心的特点。它不光是分享食物，更是在分享感情，创造连结。当然了，现在大家享受共享的同时，也越来越注意卫生，所以呢，公筷和公勺就用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了。这个确实好。就是每盘菜旁边多放一副干净的筷子或者勺子，大家用这个公用的餐具把菜夹到自己的小碗或者小碟里，然后再用自己的筷子吃。这样做呢，既保留了共享的文化感觉，又照顾到了卫生，同样也是尊重别人，体贴别人。公筷公勺现在很多餐厅都主动提供了，挺好的。好了，座位、筷子、点菜、吃菜，咱们聊得差不多了。还有一场景，对话里形容它是好多饭局的高潮，或者说是灵魂，但同时呢，也让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对这个文化不太熟的朋友，感到相当头大，甚至有点社交恐惧。我猜你说的肯定是敬酒这个环节，对吧？完全正确，就是敬酒。你看对话里的描述，感觉这环节分量特别重，但那个仪式感和复杂程度也相当高。每次看到长辈们站起来敬酒，互相说各种好话，那个场面感觉里头的规矩肯定特别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完全不知道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哈哈，敬酒的文化确实是中式餐桌社交里头非常独特也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环。但是呢，别被表面现象吓住了，抓住它的核心就行。其实就是两个关键词：尊重和感谢。尊重和感谢。对，一般来说呢，敬酒它是有个大概顺序的，通常是主人或者请客的人先站起来举杯，跟所有客人打个招呼，表示欢迎和感谢。然后呢，就按照尊卑长幼来，往往是晚辈先给长辈敬酒，下级给上级敬酒。基本逻辑就是身份相对低的一方主动向身份高的一方表示敬意。这个顺序能理解。敬酒的时候，那个姿势和动作也有讲究。比如说，你要给一位长辈或者领导敬酒，一般得站起来，然后双手端着酒杯。注意啊，是双手，这表示郑重。双手。对，然后走到对方座位旁边或者面前。碰杯的时候，有个特别关键的小细节。你自己的杯口应该稍微比对方的杯口低一点，这个看起来很小的动作，传递的就是谦虚和尊重。这个细节我记住了，自己的杯沿要放低一点，以前还真没太注意过。对，碰完杯之后呢，通常要说几句祝福的话，比如祝对方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家庭幸福啊，这类好听的话，表达你的好意。
说完祝词，敬酒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们通常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干了，您随意。这句话简直是刻在 DNA 里了，意思是我把这边喝光表示诚心，您喝多少都行，是这意思吧？但这真的代表随意吗？会不会还是有那种无形的压力在？你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字面上确实是您随意，它表达的是一种姿态，就是敬酒的人拿出100%的诚意来，而被敬的一方呢，特别是长辈或者领导，如果接受这份敬意，通常也会把杯里的酒喝了作为回应，这算是一种相互的认可。但是在现实里头呢，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社交压力，让这个随意变得不那么随意。哎呀，就是焦虑的根源啊！所以关键问题来了，如果我就是不太能喝酒，或者因为身体原因、信仰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喝，那在那种氛围下，一点酒都不沾，会不会被大家觉得不合群、扫兴，甚至是不尊重对方？这确实是很多人，包括咱们很多年轻人自己也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不过好消息是，就像对话中也能感觉到的，现在的社会啊，对于喝酒这个事儿的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智，也越来越看重健康了。哦，是吗？对，所以如果你确实有原因不能喝酒，完全不用太焦虑，你可以很坦诚地说明情况，然后用别的饮料来代替。最常见也最能被大家接受的方式就是以茶代酒，用茶水啊、果汁啊，甚至白开水都可以。真的可以这样吗？对方心里会不会还是觉得有点别扭，觉得不够意思？关键在于你的态度真不真诚。你需要主动跟对方解释一下，比如可以说某某总叔叔阿姨，真不好意思，我确实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不能喝酒，就用这杯茶饮料代替酒，敬您一杯，祝您。你要把你的敬意和祝福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需要勇气呀。其实在绝大多数比较文明理性的场合，这都是完全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你要记住敬酒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交流感情，表达敬意。酒它只是一个传统的载体，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目的本身。只要你的态度是诚恳的，祝福是真心的，对方一定能感受到你那份心意。大家最后看重的是这份人情和尊重，而不是你到底喝下去多少酒精。所以啊，千万别为了面子或者碍于压力，硬逼自己喝太多酒，那既伤身体，也违背了敬酒沟通感情的本意。听你这么一分析，感觉心里一下子踏实多了，像对话里那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以前总觉得敬酒是个特别难、特别吓人的社交任务，生怕说错话、做错事，尤其是怕因为不能喝酒得罪人。现在明白了，核心原来是那个真诚的心意。心意到了，用什么做载体，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了。对，你能抓住这个核心就特别好。实际上，咱们今天深入聊的这些中式餐桌礼仪，不管是座次的讲究，还是筷子的用法、点菜的艺术，再到敬酒的门道，所有这些看起来挺复杂的规矩和仪式，你要是往根上找，最后都指向了人跟人之间怎么能更顺畅、更得体的去表达那份温暖、尊重，咱们常说的人情味儿，以及怎么去维护和加深关系。被你这么一说，感觉这些规矩好像不那么冰冷了，是吧？当你理解了这一点，这些餐桌上的小细节啊，就不再仅仅是需要你硬着头皮去遵守的规则了，它们更像是一扇窗户，让你能看到、能体会到咱们文化里那种特别细腻情感表达和人际互动的智慧。它们是建立和谐关系的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听完你这一番讲解，真是既有细节又有高度，感觉收获特别大，真像上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文化课。今天这场关于吃的探讨，信息量太足了，我来试着帮你快速梳理一下咱们今天聊到的精华。从一进门开始，得先找到那个主位，理解座位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社交地图，然后拿起筷子呢，要像写字一样讲究分寸和修养，避开那些雷区。再到点菜，不光要考虑口味搭配，还得记得那条代表年年有余的余。最后是敬酒，关键是拿出真诚的心意，就算以茶代酒，也能把尊重和祝福传递到位。
总结得非常到位，非常精准。这些细节像一颗颗珍珠，把它们串起来，就构成了中式餐桌礼仪这门挺独特的生活艺术。它远远不只是解决吃饭问题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在餐桌这个小小的社会舞台上，教我们怎么恰当地表达敬意，建立连接，传递情感。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带回去慢慢琢磨一下。听完了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中式餐桌上的各种细节，你不妨回想一下，在你过去参加过的各种饭局里头，不管是中式的还是其他任何文化背景的，有没有那么一些特别的时刻？可能就是一个大家都没说但都遵守的小规矩，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手势，或者是一次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座位安排，让你感觉跟平时很不一样。在那些超越了食物本身味道的交流和连接发生的瞬间，当时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你？发生了哪些值得回味的事情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确实值得咱们在以后的每一次聚餐里都带着这份感觉去体验、去观察。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这次的讨论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视角，期待下次再跟你一起聊。再见。